往往那些下定决心要离开你的人，实际上是离不开你的。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因为从客观上来讲，无论是什么类型的分手，和好都是有机会的，无非是时间长短的问题和难度大小的问题。重点就在于你能不能绕过思维的误区，与对方达到一个同频共振的状态。先说好，今天的内容比较干，来不及看的可以先收藏起来。当他提出分手的那一刻，在你为了留住他做出各种行为之后，他的态度都是拒绝的。这个时候你换个角度站在对方的角度想一想，你就会知道，他这个时候完全不在意你们之间的感情，你们是否能够磨合，你们之间的诺言是否能够兑现，通通不重要。他现在只在意一件事儿，就是和你彻底的撇清关系。他现在内心对你的感受都是不好的，所以他对你的情感浓度和依赖程度都会有所降低。这个时候他会觉得你之前在你身上出现的什么耀眼光芒全部消失了，他觉得你平平无奇。很多人都会在这里进入到一个误区，直接用爱和不爱这种思维来衡量关系。其实这样是不对的，因为这样做只会容易让自己进入到非黑即白的思维当中。这种情况下，靠现在的自己没有办法改变这个局面，因为你忽略了一个词语，叫做变化。这样吧，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假如你们正在因为一个小事去吵架，在冲动情绪上头的时候，各种伤人的话你就脱口而出了，不经过大脑的思考。你们可能思考了各种离开的想法，却忘记了曾经的美好时刻。OK， 等到这个愤怒全部消退了之后，你可能会主动的凑过去，而他呢也会给你一个台阶，这件事儿就过去了，对吧？发现没有？有时候你们关系的走向是和你们的情绪挂钩的，喜欢还是不喜欢，爱还是不爱，在不同的场景下是不一样的，没有什么绝对的东西，可以发生的都是被允许存在的。所以你内心需要坦然的接受你们已经分手的事实，现实就是这样，负面情绪占据了主导地位，不爱肯定是大于爱的，但往往被分手的那个人是没有办法意识到这一点的，所以才会出现那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我可以还原以下一些人被分手时候的心理状态在正式收到分手通知的那一刻，你多多少少会觉得自己听错了，或者不敢相信。你知道你们最近的状态不太好，但总归希望是大于失望。只要在有限的时间里面找到问题，并且解决掉，你们就可以冰释前嫌。但没有想过这个分手来的那么快，之后呢，你就觉得大脑就像宕机了一样，不会思考了，觉得什么东西好像都没有意义了一样。难过这股劲儿会长时间的徘徊在你的内心和大脑，会让你吃不消。所以由于它的影响呢，你的情绪起伏特别的大，好像每一刻都在思考，每一秒都在冒出一个新的想法。一会儿觉得不甘心，就这么草率的分开了，一方面呢又觉得既然他这么绝情，那我有什么好留恋的。有时甚至都会想，他是不是在外面有人了，早就想和你分开了。你开始怀疑，开始不理解，难道你们之前经历的全都是假的吗？明明之前你们是那么相爱的两个人，为什么会走到现在的境况？难道他最开始就是骗你的吗？你开始为你的疑惑找答案，也就是因为你的这些想法，促使你做出了一系列看似关心，实则伤害对方的纠缠行为。比如说频繁的消息电话轰炸，就算被拉黑也依旧换小号去骚扰，反反复复道歉认错，就算自己没有错也强行认错。千万不要这么做，这样反而会助长他的气焰，所以请停止这样子的行为。我站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我是能够看明白你的心意，你确实是想获得对方的重新的认可，但是你的这些行为和动作都是以你自己的想法为主，受到你思想的影响，你的行为也有倾向性，这就决定了你们的思维并不在同一个频道上。你做的这些在他眼里就是瞎折腾，因为一时的接受不了就跑来瞎闹。说实话，心真的很累，也很无语。如果你真的想要一个答案，我可以告诉你，很多分手都离不开负面情绪的积累，最终分手的原因只不过是因为多次的争吵而达到了一个临界点，也可能是付出和回报不成正比，内心失去了平衡，亦或者其他原因让他认为你们的未来希望很渺茫。所以在他仔细的思考之后，就会觉得长痛不如短痛。你虽然会经历一段时间的痛苦，但比未来整个人生相比，这个痛苦是次要的。但是此刻你的理智都被他的离开所带来的痛苦给淹没了，你完全沉浸在了自己的世界里面，无比的感性，脑子里面呢一直都在想爱
和不爱的问题，你们不在同一个频道上，就像两条不相交的平行线，是没有办法干涉对方的想法。所以，该停下就停下，该接受就接受。他想离开，就让他暂时离开吧。记住啊，是暂时。尊重他的决定和想法，总好过把爱人一步步的变成仇人吧。所以接下来你能做的就是专注于自己的成长，用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的决心。等他知道你就是他的天花板之后，他就会主动回来。好了，我们今天先说到这。